而是比较好的透天，门口还可以停车的哦。现在新盖的盖出来的哦，在蛋黄区一定都怎样超过豪宅线，就这样啊。因为中南部的豪宅线放在4000万啊，那你要里面又放电梯，前面又要可以停车的，通常会叫做电梯车数哦，别墅的数，那就怎样？它要有2间透天隔开，哦，那里面就可以塞电梯。不然你自己想想看，里面你又要楼梯，你又要电梯，你一个透天的土地坑不了。好，那你就要2个透天的土地，那2个透天的土地，你买2个透天又是新盖的，都会超过4000万。那你超过4000万，你现在基本上就是挂在那边，很难卖，很难卖。就会形成说透天的这个交易又变少了，那些人何尝不想买这种透天？那些有钱的50、60岁、60、70岁的老人，何尝不想要去住那种透天？可是就是卡豪宅线嘛，还是不要多啊？他们就怎样？退而求其次，美术馆大坪数，像我自己在美术馆的社区，老人很多呢，哦，老人很多呢啊，怎样？家里都大大的，嘿，大平层啊，哦，不会买3房，可能他们就买到4房，哦的这种东西。也很好住，很好退休哦，住起来的舒适度确实都是比这个透天还要高的。高雄人最爱买哪种房子？透天、电梯大楼的成交占比大解析，抓准趋势提升你的胜率。先说结论，高雄现在的透天成交占比已经比10年前少了快10%，然后住宅大楼是增加了快16%哦，所以真的是不建议你现在跑去买透天。你的买方会越来越少，你知道？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说，该弄一间宠物宅来出租吗？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高雄哪种房子最受欢迎。那这次我们来聊一下高雄现在哪种房子的买卖数量是最多的哦。先讲一下前提，我的资料是从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抓的，这个官方资料应该是 OK 吧？那所以你可以参考看看。那我们先看2023到2025年的统计结果。照顾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哦。高雄各行政区购物偏好统计图，然后占比是这样：公寓 8.62%， 华夏 10.4%， 透天 21.42%， 住宅大楼就电梯大楼 59.56%。我靠，你看，所以买方都挤在哪里？买方都挤在大楼这里啊。所以现在买高雄的人有60%都是会买高雄的什么电梯大楼。但我有点惊讶是透天数量其实不少哦，比华夏还多。这个有点跟我的那个感觉相违背，所以我就去查了10年前的资料。这一张是10年前也就是2013到2015的统计结果。这样子看不太出来，我直接做一张对比图来你看，你看过了10年以后，透天成交的趴数从 33.63% 降到了 21.42%， 少了 9.21%。然后住宅大楼的成交趴数从 43.7% 上升到了 59.56%。增加了 15.86%， 难怪我当时是这样子感觉就是市场现在反映出来是买透天的人变少那大部分的人都会选什么电梯大楼，所以你要知道现在谁会买透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说，以2023到2025的统计来说，哪边的透天交易量最多？你看这张图，透天交易量最多前3名，凤山、仁武3名就这样。所以你想买透天的话，是可以考虑这3区因为成交量多代表你的买方多，代表你的房子涨价的几率会比较高你在卖后不会那么难卖。说一下为什么会是这3区我的判断是这样：凤山那边本来好地段的房子就老透天就很多然后以房价来说又比市中心农16美术馆它便宜嘛，所以凤山的透天交易量很多，这是蛮正常的。那第2名是仁武仁武很久以前就有，然后开始什么霞海从化区八卦寮那边就推了很多那个透天的建案那也卖得不错，所以交易量第2名。那3名区是因为它本来就是高雄的市中心3名区是那个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它也蛮大的，建工路那一带通通都是那交易量一直以来都不小，那就符合我们讲的，你买蛋黄区你就很安全嘛。就算之后买透天的人变少但是你还是蛋黄区啊，你还是里头买卖透天的人数最多的地方啊你还是 OK， 不用担心卖不掉。最后你要知道，台北人来买高雄都买什么产品接下来我们来讲说，台北人如果他来高雄都买什么？来一样先看图2023年到2025年统计的结果是，公寓 6.29%， 华夏 13.99%， 透天 13.99%， 住宅 65.73%有没有？你看台北经验复制到高雄，主力还是放在电梯大楼，并没有说因为台北根本不可能去看到透天，台北市的透天还得了因为天价来高雄来2间透天玩玩看，没有大家的主力还是放在住宅大楼里头。
然后公寓占比也超级低哈，至少要买也是买个华夏，也是有电梯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台北人看到高雄的电梯大楼那么便宜啊，他就不会想要买公寓嘛。会买公寓的人也是等5年、6年以后，他就要换成电梯大楼嘛。那我自己会这样子解读，就是因为现在高雄也盖了很多新建案，那这些建案也都是电梯大楼，不然至少也是个华夏。等10年以后，这批电梯大楼被抛出来，那公寓在市场的占比又会变得更少。公寓现在不是没有供应有一些外围重划区还是有在盖新的公寓，真的爬楼梯的公寓还是有在盖然后盖的外观就跟现在公寓完全不一样，看起来比较潮啦。但那个就是外围重划区，在蛋黄区里头还不会有什么新建案现在去盖公寓，因为那很浪费土地那外围重划区就是变成说建商也没什么信心不然就先花最便宜的钱来盖看，测试一下市场要么就盖公寓要么就盖透天，大概是这样。像我在那个九份子那边就有看过，还是有新盖的那个公寓好，但你说公寓它会因为稀缺性而变高价吗？我的判断是应该也还好因为到时候的那个电梯大楼也变中古了，中古相对起来 CP 值就是高的当然不会像台北那么变态啦，就是大家已经连中古的电梯大楼都买不起，只能够委屈去买公寓，应该是还不至于。所以我判断10年后那个公寓的买方是持续减少的然后你的那个电梯大楼你的买方是持续变多的。所以你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手上是持有公寓，除非你已经走好你的剧本，你要么等都更，你要么隔套收租中，你要么隔套收租中再加等都更，不然的话你看要不要换到买方最多的地方。原因是这样就是你看6成5的人都挤在电梯大楼这边的买方啦，我们放一放，我们的目标不是有这间房子然后终老嘛我们也是来做资产膨胀嘛，所以本来就要去选那个买方市场买方人比较多的市场去所以电梯大楼啦。然后查到这份资料的时候，我蛮欣慰的，就是我没有讲错我没有因为在高雄然后那边跟你乱讲什么我觉得透天比较好我觉得公寓比较好我觉得华夏比较好，并没有。我一开始瞄准的就是中古电梯大楼，然后看起来现在市场的选择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就电梯大楼这边买方很多我再强调一次如果你要做电梯大楼的话，我真的是建议你买20年以上的中古正3房平车。原因是我有好几支影片我都一直耳提面命，我觉得2房的供应实在太多了。现在建案新盖的屋龄0年的刚交屋的屋龄5年的都一样，2房晒太多了。一个案子假设200户好了它可能有150户通通都是2房，已经多到这种程度，再加上社会住宅也是2房占绝大多数所以未来2房供应过剩，这应该是很合理的事情。你看那个你现在时间变久了你10年后原本屋龄5年的房子变成屋龄15年，好，它是中古屋了，然后你本来买那个屋龄19年的变成屋龄29年还没30年，你也是中古屋所以其实你们的起跑点是一样的，你没有比较差，你就是正3房平车了。因为2房我自己也买过，我自己也住过，你看我现在搬到4房物件真正没法度安尼啃我们这是高雄，我们不是台北，还不需要过得那么委屈，正3房平车还是一个市场中很青睐的选项。可是现在新建案不太会去盖这个正3房平车，有的话数量也都很少。为什么？总价高总价高就不好卖所以未来的中古正3房平车应该是会是蛮香的一种选择你参考看看。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 是自住换屋那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
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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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好，讲八卦讲八卦。我个人认为在高雄的透天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你透天我先讲说为什么透天开始不被市场青睐这个就跟那个高雄的历史有一点点关系，就是说以前高雄谁买大楼你买大楼你会被笑，你知道我讲的以前大概是就我们在上学的那个时间点你买大楼你是会被笑，就是说没钱的人才去买大楼，因为那个不是自己的家。我都听过我同学的爸爸这样讲那他们就是要透天这是完完整整自己家自己的家，不用跟别人住我到现在还记得不用跟别人住。我想说电梯大楼不是自己家吗？可他讲的是不用跟别人住，那就是要标标准准的透天。好，可是透天的问题也蛮多的嘛就是他生活是分层的。那个有做过统计有一篇文章我忘记了你有兴趣你可以去找，反正他就是说一间3楼半的透天每天的上上下下大概要爬几次，反正统计的结果叫做轻易就会超越住5楼公寓的人你那个上上下下一直爬，然后还有老人他就只能住透天的1楼因为他经不起一次摔跤摔楼梯，一摔就是大概就是卧床了，就是这样。所以开始年轻人就那个年轻也不年轻就是20几岁现在40几岁要买什么？买电梯大楼不用追热车包裹有人帮忙收，然后有一点预算的话可以买到4房大平层大平层，也就是你的生活不需要被切割，你就透天就是分好几层嘛，你上去拜拜忘记水果忘记拿，你冲下来再拿一次好，那你每天都这样子冲，你看你1年要冲几趟上去下来这样算2趟的话，1年至少要冲700趟，那你700趟一次都不能跌倒你说这还好吧？我过去几年我都没事。好，你爸你妈一次都不能跌倒，你看这个几率它就不会是0嘛？这是我很讨厌透天的一个原因，就是安全性的问题。好，那再来是那个大平层就受到欢迎至少怎样轮椅推你要推到各个房间什么的都没问题你无障碍给它弄一弄那个就很好住了，可以在里面终老的。好，那还有一个状况现在好住的透天就是面积比较大的透天，不是说什么就面宽4公尺里面楼梯又占掉一大只，然后就变得很住起来很窘迫的那种透天，而是比较好的透天，门口还可以停车的现在新盖的盖出来的在蛋黄区一定都怎样超过豪宅线，就这样因为中南部的豪宅线放在4000万那你要里面要放电梯，前面又要可以停车的通常会叫做电梯车数别墅的数，
那就怎样？它要有2间透天隔开，哦，那里面就可以塞电梯。不然你自己想想看，里面你又要楼梯，你又要电梯，你一个透天的土地坑不了。好，那你就要2个透天的土地，那2个透天的土地，你买2个透天又是新盖的，都会超过4000万。那你超过4000万，你现在基本上就是挂在那边，很难卖，很难卖，就会形成说透天的这个交易又变少了。那些人何尝不想买这种透天？那些有钱的50、60岁、60、70岁的老人，何尝不想要去住那种透天？可是就是卡豪宅线嘛，还是不要多啊。他们就怎样？退而求其次，美术馆大坪数。像我自己在美术馆的社区，老人很多呢，哦，老人很多呢，啊，怎样？家里都大大的，嘿，大平层啊，哦，不会买3房，可能他们就买到4房，哦的这种东西，也很好住，很好退休，哦，住起来的舒适度确实都是比这个透天还要高的。啊，你就轮椅嘛，你要怎么推都行，然后坐电梯或怎么，玛利亚推着你，然后旁边还有公园哦，这是居住品质哦，会变得不一样啊。总之就是这样啦，观念正在改变，第一点，然后再加上说，你现在新盖的完美的退休用的透天，大概都会超过豪宅线，那你是要人家怎么办？所以变成透天就卡在这边了哦。那现在大家主力都挤在这个电梯大楼，为什么？生活品质啊，也是有华夏有管理员啊，也可以帮你代收包裹啊，那也有垃圾集中处理啊，也有啊，为什么人家不买华夏？生活品质啊，就是想要住那个大楼，就这样。